各位好，近期在欧洲中部的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2025年9月18日，波兰内政部长卡尔温斯基以边境安全考量为由，宣布无限期关闭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导致承担中欧 90% 铁路货运的中欧班列主干线中断，约300列货运列车滞留。而这是自波兰9月12日以俄白联合军演及无人机越境为由，关闭边境口岸之后的进一步行动。波兰拒绝恢复口岸开放，导致中欧贸易通道严重受阻，每周经济损失达数千万欧元，对波兰本身也是得不偿失的。9月15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欧洲访问期间，还与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过会谈，中波双方发布了共同文件，其中第7条还强调，双方愿共同保障中欧班列通道安全。然而王外长前脚刚走，波兰就变了卦。很显然，波兰反复无常的背后，不仅仅是出于安全考虑，更像是欧盟集体右倾的投名状，也是中美博弈中的一个关键棋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中欧班列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主要项目，也是中国与欧洲最重要的陆运通道。位于波兰的马拉舍维奇是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主要门户，约有90%的中欧班列途经这里，再分拨至欧洲各国。中欧班列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连接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截至2025年6月10日，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行超11万列，发送约1000多万的货箱，产品价值超4500亿美元。中国境内有128座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国229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100个城市。中欧班列的平均价格约为空运的1/5，海运的6倍。虽然成本上比一般的海运要高一点，但是在时间上却只有海运的1/3。班次也更加稳定灵活，因此往往会受到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青睐，比如机械产品及高科技电子设备，以及需要冷藏的葡萄酒等食品。中欧班列自开通10年来，不论是中国到欧洲贸易还是欧洲到中国的贸易，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不仅如此，中欧班列还为东亚及东南亚国家起到了海铁联运的作用。从东盟、日本、韩国运来的一些高价值货物，也会寻求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而波兰的地理位置也十分关键，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北边是德国，南边是捷克斯洛伐克，东边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东北边是立陶宛，并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北边是波罗的海，可以说是中欧班列在欧洲的中转站，其本身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再说俄乌冲突引发的地区安全问题已经不是1天2天了，而且中欧班列停运会影响欧洲的一大批国家的企业民众的生产生活。为什么波兰一个小国该冒天下之大不韪，偏偏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难呢？首先，这背后当然是有欧洲大国方面的首肯的。近年来，随着俄乌冲突的影响，难民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其本身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在新兴市场的冲击下也已经没有了绝对优势，经济也是一落千丈。经济的下滑进一步导致欧盟右倾化的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一般通过中欧班列运到欧洲的都是一些高价值的产品和民生用品，比如锂电池、空调、电子产品、服装、家居及原材料等。从欧洲运来的同样也是如此，比如发动机、电子产品、电气装置、化妆品等。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中国通过中欧班列向欧洲出口的贸易额达到1784亿元，进口却只有181亿元，顺差达到1603亿元，自然会引起欧洲一些出口国家的担忧和不满。本来企业选择跑铁路，为的就是快速和准时，波兰这么一闹，这些优势却变成了劣势。德国、法国等传统贸易大国表面上表示担忧供应链中断影响经济复苏，
其实也不过是安抚当地民众的一种说辞。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对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担忧，尤其是波兰与俄罗斯的恩怨可谓由来已久。历史上俄罗斯曾3次瓜分过波兰，而且二战时期的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波兰又被一分为二，第4次被灭国。1940年，苏联还秘密处决了 2.2 万波兰精英，其中包括军官、教授等，并长期嫁祸纳粹，被视为对波兰脊梁的精准斩首。这也就是著名的卡廷惨案。二战后，波兰成为苏联卫星国，文化长期受到审查，经济被剥削，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波兰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的地位，而同为东斯拉夫民族的白俄罗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俄罗斯的小弟。近年来，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波兰与白俄罗斯在难民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不断。正所谓仇恨使人盲目，更何况是世仇。因此，波兰多次作为反俄急先锋，也不难理解了。另外，这一步棋也可以逼迫中方在国际政治中做出让步。各位也许还记得，就在王毅外长访问欧洲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同时在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英国国王查尔斯在温莎城堡的座上宾。访英期间，他还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其中他表示，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3年半，他在重返白宫之后，一直试图促成俄乌停火，但至今未能从俄方争取到任何重大让步。在被问及俄罗斯无人机日前闯进波兰领空一事，川普表示无法评论，但随即他话锋一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或祭出关税措施，也许俄乌战争就会结束。中国是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对俄罗斯也有其他影响力。此外，川普在访问中提及，中美将就 TikTok 及贸易议题进行进一步洽谈。很明显，川普的话语并非无的放矢。从他透露的关键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很有可能中欧班列的停运幕后就是有美国和北约方面的支持。作为迫使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让步和中美 TikTok 等关键贸易谈判的筹码。当然，受到中欧班列事件冲击最大的还是要数相关的中欧企业和商家。针对波兰的突然中断，中国的各大班列公司也都采取了应急措施。目前国内班列平台公司启动的应对措施主要有3类：一是取消部分班列计划，二是推出经俄罗斯圣彼得堡转驳欧洲的铁海联运替代方案，三是加开中欧班列南通道班次，其中经圣彼得堡转运方案是经哈萨克斯坦口岸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口岸，再转运至德国汉堡港或波兰格但斯克港到欧洲各地。中欧班列南通道方案则是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阿塞拜疆巴库港跨越里海后，再经土耳其匈牙利布达佩斯到达欧洲各地。这些绕行方案在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上都会增加。例如，原本中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全程13000公里，也就是21天。波兰这么一卡，绕路时间至少要比原来多出10天。本来企业选择跑铁路，为的就是快速准时。波兰这么一闹，这些优势就变成劣势，与海运的时间已经相差无几。而就在波兰关闭口岸之后的9月19日，中方宣布与俄罗斯加强北极航道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常态化运营机制。首艘测试货轮伊斯坦布尔桥号也已于9月20日从宁波舟山港起航。据悉，该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直达欧洲。宁波舟山港至佛利克斯托港单程运输时效仅需18天，相比传统的苏伊士航线，航程缩短了近 50%， 物流成本降低，且减少了对马六甲海峡等战略要道的依赖。这也是中俄在2024年达成中俄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协议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当然，北直航道受到地理和气候因素影响，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北直的年平均可航行窗口期通常为5个月左右，集中在每年的7月至11月。而随着近年来气候变暖导致北直冰盖减少和加速融化，北直航道有可能延长通航时间。中俄也计划在未来通过建造专门的极地集装箱船，将北直航道的通航能力从夏秋季向全年4季常态化过渡。原本预计最早在2027年首艘驳船投入运行，而波兰这一闹也加速了这一进程。综上所述，中欧掰裂的影响估计还会断断续续持续一段时间，要是中美在 TikTok、301法案等谈判情况而定。而截至发稿前，中美就 TikTok 谈判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波兰也重新开放口岸，中欧掰裂恢复通行。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转机，相信在更远的未来，随着北直航道等多元化物流网络的建立，这样人为的贸易壁垒终将被打破。世界很大也很小，国际政治既复杂又简单。西方各国几百年来一直都是在沿用利益至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或许随着世界更加融合，政治家们应该多一点发展思维、双赢思维，多一点交流和包容，才能迎接未来多极化的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欧掰裂会重开，北直航道也会新开，都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们拭目以待。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